美国陆军开始强调近距离战斗，要跟解放军对扔手榴弹是吹牛还是真有一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根据这个亚洲时报网站10月30日报道，美国呢一个军事网站刊登文章，认为美军最终会被迫与中俄近距离交战，而美国陆军负责训练的2个军官呢，也先后表示一个态度，说地面作战仍然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不管现代军事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归根结底，最后都会变成一次一次投掷手榴弹，变成这样的近战、巷战、城市战来结束战争。不要以为战争是什么样子，就是人员坐在地下室里边，远离战场，对着屏幕按几个按钮就行了。以前美军在西亚、中亚某些地方对付反美武装，这么干可以，大伙躲在掩体里边呼叫空中支援。但如果美国与俄罗斯或者中国发生冲突，就不可能还这么简单。美军尤其是陆军一定要快速接近对手，和对手混在一起，让对手难以发挥火力优势。反正美国这个教官这么一讲，我感觉剧本又拿反了。不用猜，我也知道，国内很多网友肯定要嘲笑美军，跟解放军陆军较量，哪来的底气？你美军会打仗吗？美军地面战打赢过吗？确实跟解放军陆军玩地面作战，对很多国家的陆军来讲，那都是一个噩梦，是不敢轻易尝试的。但是恐怕这么多年来，一些相关的宣传也让我们过于轻敌了。其实往前看，20年前、10年前，美国陆军的优势还是有的。比如说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那个优势尤其明显。那个年代，我们陆军步、坦、炮全面是严重落伍。我上大学的时候看了美军师一级的战役教材，那是解放军某指挥学院把这个英文材料翻成中文的。我看了美军这个教材之后，感觉到美军从装备体系到战役攻防组织到后勤保障都是很有一套，非常专业，可不是我们说的一群菜鸟。至于说抗美援朝时期我们装备是不行，但是志愿军步兵毕竟还有看家本领，近战夜战。而到了1991年，近战夜战这个优势也落在了普遍配备夜视设备的美军手里。至于说地空联合作战，美军经验丰富，一个装甲师里边就有一个重型直升机旅，而我们当时这种地空联合根本就没练过。对于现代战争的这个意识差距就更大。我问过一个炮兵参谋，他说跨军兵种的知识他不懂，而且这种东西他不该懂，不需要懂，意识尚且如此，训练怎么样可想而知。至于说那个作战的意志方面呢，其实美军在越南和阿富汗都能做到少量部队被大规模兵力围困之后坚持不崩溃。所以有些人说美军都是毫无士气、贪生怕死的那种认识水平，也就是自己哄骗自己。至于说战术水平如何呢？我们通过新闻能看到，现在解放军很多部队学习特种作战技巧，还是请了民间一些公司的教员，而这些民间公司的很多教员居然抄的也是美军的视频，然后出来到处去教 CQB。所以我们一些部队不仅仅没有把真正的专业学好，反而把过去很多好传统都丢了。至于说怕死，解放军一个军官对我说过，如果我手上有导弹，我不会让我的士兵用炸药包炸碉堡，我就是怕死。我怕的是什么？我怕的是解放军战士不必要的伤亡。倒不是说我们没有底气，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底气也是这几年的事情。一方面，我们的装备体系水平从大型装备到单兵信息化装备都在快速接近美军，特别是炮兵野战防空能力，美军更是不能跟解放军陆军相比。另一方面，美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搞城市巷战、治安战，对于现代化信息条件下大规模地面冲突怎么面对强大对手，美军也会变得非常陌生。我们已经走出了历史最低谷，正在逐渐重新返回陆军的巅峰。只是要注意，美国陆军这番表现、这番表态体现了即使不在中国本土跟解放军陆军作战，美军陆军也一直没有放弃发展这种能力。这也说明了美国在争夺国际秩序控制权的过程中是有可能敢于付出一定代价的，这个野心可不小。如果有一天中美两国陆军真到了互相扔手榴弹的时候，那解放军还可以好好尊重一下这种有血性的对手，经过一番拼杀体现一下我们的能力。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要冷静看待对手能力，甚至不妨现在把对手看高一点。
这样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有价值的建设和训练上，否则光靠嘴炮只能让我们的流血比对手更多。好，关于美国陆军敢于和解放军陆军近距离作战的豪言壮语，我们应该是嘲笑还是重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